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马克龙访华引发西方媒体的热议，这一期呢，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了对中国的访问以后呢，在回国的专机上接受了几家媒体记者的专访，就是这么一个专访吧，在西方媒体中还形成了多个不同的版本。在法国《回声报》的报道中呢，记者问到，中美正在进入全面对抗，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是不是倾向于把欧洲视为两个集团之间的棋子？马克龙回答说，加快台湾问题的进程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呢？当然不是。最糟糕的是，欧洲认为自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充当追随者，适应美国的节奏或中国的反应。我们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节奏跳舞呢？但是美国政治杂志的报道呢，却是另外一种说法。这个里面的报道说，和马克龙一起访华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威胁中国领导人，说台湾海峡的稳定至关重要，使用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结果呢，冯德莱恩遭到了中方严厉的驳斥。马克龙却同意中方的立场，他说，欧洲人甚至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以我们怎么能在台湾问题上说小心点，如果你做错了什么，我们会干预呢？这样做会加剧紧张局势的。政治杂志特意在报道后面说明，自己报道中的引述实际上都是马克龙亲口讲的，但他在讨论台湾和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还有一些更坦率的言论，都被爱丽舍宫给删掉了。很显然呢，马克龙也很纠结，他从法国和欧洲利益出发，绝不愿意接受美国台湾政策，但是又不希望公开激烈的反对，所以法国总统府审查以后的报道内容呢，就不是那么尖刻了。就算是这样，亲美的西方喉舌们也不肯放过马克龙。他刚刚回到法国，舆论界就不少人指责马克龙没有能够说服中国领导人和西方一起谴责俄罗斯。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鲁斯就说，中国试图利用马克龙的这一次访问，达成大量的经济协议，在欧洲制造分裂，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制造分歧。他说，欧洲领导人并不是都想和中国接触，欧盟委员会和一些东欧国家有反华情绪，而法国和德国为了商业利益主张和中国接触。还有一个叫马图拉的专家，这个人呢是一个匈牙利人，在美国的欧洲分析中心呢担任高级研究员。他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不是一种简单的外交手段，而是对欧盟的安全威胁。他表示中国很难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制造隔阂，因为欧洲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持来阻止俄罗斯。这两个人的言下之意呢，就是马克龙高调访华是不符合欧洲利益的，听美国人的话才对。这些情况呢，反映出在欧洲很有一些亲美势力在为美国战斗。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治动作，哪怕是法国这样的大国总统所为，也马上就会遭到口诛笔伐。对于欧洲的任何战略自主，美国喉舌们都要泼冷水。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对欧洲的控制真的逐步失灵，亲美分子们制造的谎言已经越来越没有人相信了。欧洲迫切的希望美国的支持来阻止俄罗斯吗？完全违背事实。如果不是美国一再鼓动北约东扩，就不会有什么乌克兰战争。而且美国正在不停地收割欧洲，一面扼杀欧洲的经济，一面向欧洲出口高价油气。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4个经济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有2个国家的元首访问了中国，另外2个国家的元首呢也即将来访。我们相信美国喉舌们还会发出刺耳的反对声，但是谁也改变不了欧洲主要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决心。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